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一个能实实在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原则，那就是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到底什么是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呢？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悬，但其实它跟我们每天怎么跟身边的人打交道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幸福的关键所在。其实答案呢，就藏在这句非常简单但又充满智慧的话里。你听，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就记在马太福音7章12节，它被看作是处理所有关系的第一法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金法则。你看，这个法则的逻辑是不是特别直接？你想想，你愿意别人爱你，对吧？那你就得先去爱别人。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你就要先去尊重别人。你愿意在困难的时候有人帮你一把，那你就要先去帮助别人。你看，这个主动权其实就在我们自己手上。好，那问题来了，要是我们面对的是那些犯了错，甚至是得罪了我们的人，这个法则还管用吗？该怎么用呢？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饶恕。其实当时彼得也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他跑去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7次够不够呢？”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犹太的老师们通常教导说，饶恕3次就顶天了。所以彼得觉得自己能说出7次已经是非常非常宽宏大量的表现了，因为7这个数字本身就有完传的意思。但是耶稣的回答可以说完全超出了彼得的想象。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到7次，而是到70个7次。”这段对话就记在马太福音18章22节。70个7次，算下就是494。但这真的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吗？当然不是了。这背后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的饶恕应该是没有上限的，是完全的、无限的，就像天父饶恕我们一样。你想想，我们这一辈子犯的错哪里才494啊？可不管多少次，只要我们真心悔改，天父都会赦免我们。不过呢，这里要说清楚，饶恕不等于对错误视而不见，当没发生过。恰恰相反，在饶恕的同时，我们其实还有个责任，就是要去指出对方的错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回到正道上来。那具体怎么做呢？其实这里面有一套非常有智慧的一步一步来的方法。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先私下再公开，给对方留足了面子和机会。第一步就是你私下里去找他，只有你2个人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这是为了保护他的尊严，在爱里把他挽回来。如果他听了，那太好了，你就得回了一个弟兄。那万一他要是不听呢？就进入第2步，再带上1-2个人一起去作为见证，这样事情就更公正，也更有分量。如果他还是不听，那第3步就告诉教会，让整个团体来帮助他。要是连教会的话他都听不进去，那就到了最后一步，暂时和他保持距离。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整套流程，它的依据就完完整整地记录在马太福音18章的15到17节。你看，它指明了一个方法，既充满了爱心，又坚守了原则。而且你看，它的最终目的始终都是为了得回你的弟兄。所以你看，绕了一圈回来，这个黄金法则，如果我们要用4个字来概括它的核心，那就是爱人如己。当我们真正听从父神的命令，去做到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住在父神里面，父神的灵也就会常常与我们同在。这个对比我觉得真的是再清楚不过了。你看，2条路摆在面前，一条路是遵行黄金法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内心的平安。而另一条路呢，是自私自利，不按这个法则来，那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都会不得安宁，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焦虑、恐惧，甚至是各种各样的病症。好，那遵行这个法则，除了能让我们内心平安，还有别的好处吗？当然有。我们来看看它跟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的幸福人生到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你可能以为这只是信仰层面的道理，
但你绝对想不到，现代科学研究也得出了一个惊人一致的结论。哈佛大学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研究，花了整整70年的时间去跟踪调查，就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你敢想象吗？研究人员跟踪了整整724个人的一辈子，从他们还是年轻人一直到白发苍苍，把他们工作、家庭、健康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这可是一个跨越了半个世纪的超级庞大的研究啊！所以花了70年，动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结果发现，最幸福的人根本不是最有钱的富翁，也不是最出名的那些名人，最幸福的恰恰是那些人际关系好的人，尤其是那些家庭和睦、夫妻关系和谐的人。所以，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键点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那我们就需要去遵守这个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让我们一起把这句话变成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个准则吧。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就要先怎么对别人。那么，听完今天的内容，从现在开始，你打算怎么把这个准则一点一点地融入到你的生活里呢？